干嘛？里边有你牵挂的人？不足挂齿，只是一个熟人罢了。大人还是以大事为重。啊，对了，大人，今天中午我亲自下厨，给您做上一桌好菜，让您尝尝我的手艺。好啊。那行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好。大人，您不觉得索伦图有点太过分了吗？那也不能这么鲁莽啊！那咱们就这么一动不动的被围着，那周围的老百姓怎么想啊？咱们真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，还是怎么着啊？威信何在啊？威信不是靠一天两天建立起来的，更不能靠打打杀杀。行了，甭叹气了，你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撬开徐武的嘴。大人，这听传言说，徐武可是仰仗着索伦图才敢在东厂府这么为所欲为。具体他们有什么交易，咱们是不清楚。可是他能这么猖狂，徐武手里肯定有能保命的把柄。撬嘴这事儿肯定难。秦捕头，能保证徐武的安全吗？能。葛春向午连夜值班呢，跑不了啊。那就行。撬嘴这事儿啊，咱们还得再想新招。呀，这是你抓的鸽子？哎呀，我就是抓这个鸽子呀，想给老爷弄个下酒菜，给大伙儿呀都改善改善生活，都吃点肉。啊，就这一个鸽子，还不够你塞牙缝的呢，给谁改善伙食呀？要不吃点，这样，你帮我杀了他。哎，我不杀生，我不杀生的。行，那我这都是你们男人干的事儿，你来吧。行，我来。你害怕呀？我怎么会害怕呢？我不怕。哦，那你不害怕就好。那我出去等吃啦。哎，你，哎呦！完，飞走了。快过来，喝口茶消消气。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这么大火气啊？哥哥，我想跟刘大人商量一下，先把您送回去吧，这儿实在是太危险了。那可不行，老爷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你现在的任务呀，就是好好守好这个院子。我是怕那个索伦图再有什么动作，万一威胁到你，到时候就不是我拦着秦朗了，10个秦朗都拦不住我。你听老爷的话，老爷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记住了，老爷说的话就等于我说的话。你要是不听啊，我可不答应。不是。刘大人，这格格说让我听您的安排，我猜是您让格格这么跟我说的吧？是啊，我是看看你能不能帮我这忙啊。那你有什么话直接跟我说就行了，别让格格当传话筒了。我说话你不是不爱听吗？格格说话不是管用吗？你说的话如果都对的话，我怎么会不爱听呢？不过我还真想问问你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按兵不动，据城而战，直到找到最有力的反击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索伦图为什么为了个徐武来围府衙？这就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。您是想查清楚，山东这些人都是什么派系？打人打软肋吗？必须得一招制胜啊！好，那需要我做什么？好，从明儿起，你跟秦捕头轮播换班，保护徐武。你安排我这些事儿也太不按常理来了，这不是我理解不了，我根本就看不上。你不用理解，听我的就行了，去吧。那好。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还是没能见到傅大人。
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避而不见。这个索伦图啊，就是个蠢货。啊，这是刘墉的计谋，任何有点脑子的人都能看得出来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份登州的快报，说什么？说让我们筹集赈灾粮，说是从军粮里面扣除一部分。这些人贪墨成风，如饕餮之鬼，永远喂不饱。这样吧，你告诉他们，就说山东境内有难民企图谋反，军粮不能擅动，赈灾之粮，让他们到别处筹划去吧。贝教啊，去巡抚衙门，今天就是睡在那儿，我也要见到傅大人。把徐武的事情给我解决掉啊！万一让刘墉抓住了把柄，这些混蛋谁都跑不掉。是，去吧。木兰姑娘，这个给你。万一遇到危险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啊，我不需要这个，你留着吧。听我的。这还是还给你吧。哎，臧大人，哎呦，副台大人，我终于见到您了。久等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就是再晚我见到您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请坐。哎，您请您请。臧大人如此着急，是因为索伦图的事情吧？可不是嘛！您说这个索伦图啊，他简直是胆大包天，没有命令，他竟敢擅自动用兵力围了东昌府衙。现在消息已经传开了，万一这消息传到京城去，这后果可不堪设想啊！那臧大人你怎么看呢？唉，现在是骑虎难下了。您说撤兵吧，那就得把徐武交给刘墉；可是不撤兵呢，这个索伦图的个性你也知道，他是个莽夫，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万一他这个人……臧大人，我不管你什么虚武虚刘，我就问你，索伦图擅自出兵围东昌府衙，这是什么罪？所以这件事情该怎么办，你自己清楚。老爷啊，今儿啊，你怎么想起来给老爷弄点小酒啊？这不是夫人管得严吗？我好不容易从书房里吐出来了，就知道老爷一定馋酒了。没白跟着我这么些年啊！老爷啊，就是这菜吧，真是让索伦图喂的，什么都没了。整个府上就剩咸菜和花生。哎，挺好啊，挺好。哎，秀儿啊，你不是抓了只鸟吗？是啊，我抓了只鸟啊，但是在杀鸟的时候没抓住，跑了。哎，跑了吧？老爷就爱吃个咸菜，咸菜挺好。老爷，等咱赶跑索伦图那个王八蛋，我给你杀鸡宰羊，大口吃肉。
你这是过什么瘾呢？这你自己想解馋吧你？不是咱们共同爱好吗？心儿啊，我问你，今天秦老那个火气怎么那么大呀？你又撺掇他什么了你？这个老爷，我冤枉，我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是你自己说，还是老爷自己查？你选吧。老爷，我不是气不过吗？我又不会武功，我要是会武功，谁还撺掇他？你这个孩子就是，他是个知性子的人，他能受得了你那个嘴吗？你说吧，这个事你是认打呀，还是认罚呀？我这不是给老爷弄久了吗？老爷，你还舍得罚我吗？还得罚呀！你就以后每天给老爷弄点酒。那得等赶跑索伦图之后啊。哎，老爷，现在咱这酒窖里边就剩这点酒了，如果再被围个3、5天呀，这些人的吃喝拉撒、吃饭喝水都成问题了。哎，是啊，现在得赶紧想法子呀，让这个徐武张嘴呀。今儿啊，你这个脑子灵，你给我想想，有什么法子让他张嘴呀？老爷，你说像徐武这号人，腰缠万贯、山珍海味、声色犬马的，他怕什么呢？怕死啊！对呀，他肯定没有想过他自己有这么多东西，最后一死都不属于他。越有钱越怕没有机会花。老爷，你怎么不喝了？心儿啊，啊，别喝了，心儿啊，咱们干活吧。啊，快带大喝素。好嘞。大喝素，去年有人状告徐武醉酒伤人，但诗阁上最后写的是这个人喝醉了酒要杀徐武。这诗阁可是你签的字，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大人，这个案子都已经结案了呀。是啊，是已经结案了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份诗阁上疑点颇多，且有多处涂改，是你签的字。大人，大和族啊，你请我吃鸿门宴，我可没搭理你。你要再糊弄本官，是不是要作死啊？啊，大人，我不是啊，这都是上任知府蔡永昌他让我干的，我就收了徐武50两银子。50两银子堵得住你的嘴吗？大人，还有这个案子，你看，这死者的丈夫死于中毒，中毒迹象也很明显，怎么最后写成自然死亡了？大人，这也是徐武让我干的，我还有什么？从实招来。我大和族，堂审这套你最清楚。姐儿啊，老爷，安排捕快，从头到尾给他来一遍。不，大人，我全说。刘勇，你什么意思？想私审我？3年5条人命，你觉着谁能保你？哼！我还以为你查出什么新鲜东西，哼！原来全是这些个陈年旧账。你敢说跟你没关系？跟我有没有关系，那也是过去的事儿。这些个案子，蔡永昌大人已经结案了。难不成刘大人想把这些案子都翻案？不光翻案，必须重审，5条人命我都要讨回公道。来呀，带达和苏。是。
阿祖，这是你的供状，你可认罪啊？小人认罪，认罪。不过这一切都是徐武让我干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还留下了证据，银票上我动了手脚。哦，对，是有徐武的手印。你这个混蛋，刘墉，你私审我，这是犯法，我不认罪。徐武，此案证据确凿，我是可以先斩后奏的。来呀，案犯徐武，强抢民女，草菅人命，3年内害死5人，外加耿大一案，证据确凿，判斩立决，拖下去。是。我冤枉！你何冤之有？拖下去，砍了。刘墉，我有话要说，我有话要说。叫他回来。我要单独跟你说。可以呀。给我弄一壶酒。大人，听说里面已经揭不开锅了。用不了3天，刘墉就得来求我。哎，姑姐，3天都坚持不了，格格的身子再金贵，说到底那也是人呐。等把徐武弄出来，我再找这刘墉算账。哎，总觉得刘墉不可能就这么善罢甘休，所以说他就是我的死对头，早晚是个祸。所以无论如何也要……酒也喝了，说吧。刘大人，你真能保得住我这条命吗？还是那句老话，这事儿你自个儿算，你得算你自己那条命值多少钱。我手里的东西，不止我这一条命，差不多山东所有官员的命都在我这上头。什么？一本账本。什么账本？我作为日昌银号的老板，平常自然有一些见不得光的账目，还有那些黑色收入，以及地下钱庄的往来。跟索伦图有什么关系？索伦图这些年贪没的银两和那些黑钱的账目，都在我这儿。这么说吧，要是没有我，他这几10年的辛苦，就都付之东流了。有多少啊？几千万两吧。这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有很多官员的名字都在我这账本上呢。账本呢？在我手里啊。咱们可以做个交易，我要你保住我这条命，而且我要跟聂斯衙门的人直接见面。可以，但是你要把你所知道的全部都给我记下来。记什么呀？索伦图啊，以及济南府所有背后这些官员，你知道什么记什么。刘大人，这可是官场地震呐！这你管不着，你只管写。我告诉你，徐武，写得越清楚，你的命就活得越长。刘墉啊，以前我觉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清官，只不过是诱惑对他够不够大而已。今天我见到你，
我信了。徐武啊，你这个人啊，聪明一世，只有一件事你不知道：这个世界上，好人永远比坏人多。其实我知道，我都说出来，大概也活不了几天。不过总比现在就死了好。这脑袋要是搬了家，还怎么喝酒啊？刘大人，您真能扳倒索伦图吗？你觉着呢？他可是武官，手里有兵啊。您一个文官，就不怕吗？有兵啊，兵是皇上的，我怕他干嘛呀？啊，还有他背后那些官员呢？你觉着我怕吗？好吧，给我取纸笔来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快一个！这平时可吃不着啊！这老板娘不光菜做的好吃，这裙子也是一绝。你懂什么？人还漂亮呢。谁弹琴啊？是老板娘，要不我让她停了。哎，别！子枫啊，成败全靠你了。刘大人放心，我一定送到。子枫，你这么出去，太危险了。哥哥，你还不了解吗？手拿把枪。这个还给你，注意安全。对不起，我不用说了，等你安全回来。刘大人，哥哥，我贺子枫就算拼了性命，也会把东西安全送到。你们放心，等我回来。行了，咱们今天也甭睡了，
金捕头，把七彩跟孟南送到格格那儿去，格格在，他们就是安全的，派人保护。把剩下的衙役跟捕头全部派往大牢，大牢就是咱们最后的堡垒。是。看来咱们只能与徐武同生死共存亡了。有人跑出去了！赶紧追啊！追呀！快！拿着东西！有人逃跑了！快追呀！快！臭家伙！快！大人，有人逃跑了。谁跑了？不能确定，有可能是那个捕快，还有就是格格身边那个侍卫。什么？哎呦，坏了！可能是徐武的嘴被撬开了，出去的人想去京城送信。赶快，在秦兵里给我找几个功夫好的，赶快给我追，一定把人给我追回来。是，大人。快点，往那边去！快，你们也往这！快！哎！你往这边来，别往那边去！快！老爷，你为什么不让大家回房间休息啊？这挤在一起多憋屈啊！再等等吧，夫人，等子枫回来，咱们就安全了。可这些日子，吃的喝的可怎么办呀？老爷，不好了，索伦图来了，他从侧门来的，自己一个人变装，还带了好多米面。我去会会他吧。秦朗，你跟老爷一起去。是。哟，刘大人，哎呦，罗大人，您看您这公务繁忙，还得保护我们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说，好，您请。哎，好。刘大人，昨天呢，我听属下报告，说有人进来又出去了，我就担心，我就赶快过来看看，是不是家里丢什么东西了。您甭担心，什么也丢不了，因为他什么也没有。刘大人，咱这说话方便吗？哦，方便，下去吧。刘大人，我是来给您赔罪的。哟，左大人，您这话怎么说呀？你看，因为徐武的事儿，我还派兵把府衙给您围了，我这事干得太莽撞了，您多见谅啊。没这话，左大人，东昌府进来降马救徐武，自然我们是不安全的。您这叫用心良苦，这我们心里都明白。这事儿啊，我已经上报了，我马上就撤兵，您多担待。这样，您上座，受我索伦图一拜。哎，使不得，左大人，您起来。您一个总兵，我一个知府，这怎么使得呢？这个，咱不论官衔，论朋友，是朋友，都在心里头，这就是个误会。刘大人，您宰相肚里能撑船。左大人，坐。
好嘞。哎呀，索大人，您看您这还啊，给我们送的这个吃的喝的，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！啊！哎呀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此前呐，考虑的欠妥。从今往后，刘大人，什么米了、面了、鱼了、肉了，一定管够。哎，索大人，您这态度怎么又突然变了呀？嗨，您说呢？我说啊，那要叫我说，就是咱们同朝为官，一心为民，即便有不当之处，什么时候明白了都不算晚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刘大人，这徐武都交代什么了？哦，他呀，他是把他应该说的都说了。这具体的呢，我还真不能跟您详说，这个请您见谅啊。明白。您呐，毕竟对山东的情况不了解，是吧？如果您要是愿意的话，这样，我领您在山东咱们转一圈。索大人，您这好意我心领了。刘墉就这么个人儿，没那个升官发财的命。看来咱们是道不同啊。得，索某告辞了。不送，慢走。老爷，这鱼和羊肉挺新鲜的，扔出去。为什么？一粒米也不许留在东昌府衙。扔出去。快点，麻利点。秦捕头，真是老爷让你来的。咱们这次不会真的要打仗了吧？打不打的先备上吧，省得到时候抓瞎。这磨的都磨好了，你确定索伦图能动手？十有八九。我亲眼看着刘大人把索伦图赶出去，狗急了还有跳墙的时候呢。哥，这要真打起来，我姐没事吧？没事。确认贺子峰离开山东去了京城。济南有消息吗？济南没有。那就是默许了。大人，您让我打听老板娘在东昌府的那个人，我打听到了。谁呀？就是他亲弟弟。说了这么久了，何大人，你有什么好方法吗？贺子峰已经进了宫，现在想要挽回局面，悬喽。我是为国太着急呀。他呀，好歹是山东巡抚，一旦山东出问题，他难辞其咎啊。我是为人之父，难免心急呀。所以，请何大人出出主意。对何大人这份情谊，我们爷儿俩感激不尽呢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您怎么还是拎不清啊？啊？
现在最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索伦图狗急跳墙。要真到那个时候，山东才是大地震，别说是傅大人了，就连您都逃不了干系。何大人的意思我明白。您看您有什么高招吗？高招我是没有。我呢，如今只能劝您一句：贺子峰反正也进去宫去了，啊，您就在我这儿喝会儿茶，踏踏实实的等等宫里的消息，别着急，也别上火。这个时候如果手忙脚乱的跳出来，只会引来皇上无端的猜忌，你明白吗？还是何大人分析的周全呐。现在看来，眼下只能这样。东昌府现在什么情况？回皇上，现在索伦图以防范降马，保护刘大人格格之名，围困东昌府。若刘大人不交出徐武，这索伦图就拒不撤兵。而且现在府内已断水断粮多日，要再这样下去，就算索伦图不攻进去，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知道了。此山当。谢皇上。那这……贺大人，请。臣告退。大人，进来。大人，老板娘的耳环。都麻利点儿，那墙角门口都给我守好了，待会儿。快点。是。五哥，怎么了？有个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？你哪儿来的？借一步说话。什么？要杀徐武？你只需要把门打开，其他事不用你管。可是里面戒备森严，刘大人守的就是那儿，这我干不来。你姐姐的命不要了？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，你不干也走不了。二位，你们为什么挑我呀？我胆儿小，干不来这种事儿。索大人肯定要杀进来，你要是跟我们合作，你和你姐都能保命的。那你们让我再想想。你好好想想吧。葛春五子，你们两个负责看守大牢，负责徐武和大人的安全。是。哎哥，你给我安排一外面的活吧，我闹肚子。多吃点药就没事了。就这么定了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散了吧。是。哥，我是真闹肚子。五子，这大牢里面得安排靠谱的人。大哥相信咱俩，你又想干嘛呀？不是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啊，懒驴上磨，屎尿多。你知不知道现在正是缺人手的时候？你是不是怕了？你怎么老是怀疑我呀？我是真闹肚子，要不然我干嘛呀？是不是？就这么定了。哎，你，怎么了又？没事儿，就是闹肚子。那你快点。
看什么呢？来，喝酒来。臧大人，布政使大人亲自前来，一定是给我送批复文书的。你觉得府台大人会批吗？没批啊。哦，那你就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我要再不来，你们就能把天给捅漏了。你说，啊，一个小小的徐武，啊，值得你这么兴师动众吗？哎呀，还兴师动众？我有那么大本事吗？再说了，这个事儿你跟傅大人的不都是默许的吗？谁默许了？你的心在济南就耽误了。我看到消息的时候，已经为时已晚了。那你说事已至此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傅大人希望你撤兵。撤兵？嗯，不行，撤兵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？你说你面子重要还是脑袋重要啊？啊，你派兵为辅，只会让事情结果适得其反。退兵，啊，就是为了退一步。